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感恩大家来参加线上读书会。今天晚上我们读书会的主题是发愿容易行愿难，发心容易恒心难。其实不只是行愿难跟恒心难而已哦。有人发愿要吃素啊，结果吃素容易，持素难呢。一周吃个几天素呢，或者几餐素呢，还算容易的。至少早餐不吃肉，这个大家都是这样子嘛，简单一点嘛。但是要吃全素，这个就困难一点的啦。布施捐钱还算容易哦，但是要劝一个大鱼大肉的人改吃全素啊，那这个就不简单了。同理啊，有人发愿要守戒啊，结果呢，守戒容易，持戒难呐。把守戒的时间拉长叫做持戒。那恒持戒律的这个就不简单了。一件事情要让它持久不中断了，尤其是要学佛的道心不退确实是不容易啊。因为这个是路遥知马力啊，日久见人心呐。我们这个每周一次的读书会呢，这一集是第242讲了，已经讲了4年7个月了，从来也没有中断过一次。要恒持下去也是不容易的哦，因为放弃容易啊，坚持难啊。人性的弱点之一是什么？感动的时候容易说出发愿的话，无明的时候容易忘记承诺的话。那我们一般人很容易触景生情因感动而发愿或发心结果发愿容易，行愿难发心容易，恒心难事过境迁之后呢，道心就慢慢减退了。其实这也是人性的弱点根本原因在于发愿或发心之后呢，会跟实际行动有所落差。所以恒持也是一种修行的功夫功夫好的是数十年如一日功夫尚浅的就是朝三暮四心猿意马，变来变去那如果要像正言上人那样1秒钟1辈子那更是累生累世修来的境界所以正言上人的人生观是把握当下，恒持刹那，能把握当下的分秒不空过，也能恒持刹那的1秒钟，才会有1秒钟1辈子这种深邃的意境我们一介凡夫是做不到这样子的因此佛家才说发心如初，成佛有余。学佛非常重视这个出发心出发心是修行的起跑点，也是一个人立志追求解脱觉悟跟利益众生的第一步。之所以很重要，是因为出发心是最亲近、最真诚、最柔软、最有力发心如初是指一个人在修行或行愿的过程中呢，能够始终保持着出发心，而这个出发心呢，是最亲近、最坚定的。那成佛有余是指，如果能够做到发心如初那不只是可以达到成佛的境界还会绰绰有余那整句话的意思是说，一个人如果可以始终保持出发心的愿力跟热情，不轻易被中途的困难跟挫折所动摇那么最终成佛的目标是可以实现的，是指日可待的，甚至有可能超越原来的期望那其实我们先不要讲成佛了，平常的修行跟学习之路能不能有所成就，就看他能不能够坚持初心这个稳度都算得出来了许多经典都表达类似发心如初，成佛有余的这个智慧例如《华严经》强调什么？恒持初心，变成正觉，也就是发心的刹那就已经蕴藏了成佛的可能性金刚经里面讲既然已经发心，就不要执着一切相应该以无住之心发菩提愿如果一个人能始终保持出发心不受时间环境烦恼的干扰，那么不仅可以成就道业，还能超越自我，
圆满修行的功德啊。那这句话不只是对修行者的激励哦，他也提醒我们啊，在世间的奋斗中啊，能始终不忘最初的目标跟愿望啊。那为什么会发愿容易行愿难，发心容易恒心难呢？根本原因在于什么？发心跟发愿过后啊，现实生活各种挑战跟实际的行动之间有大小不一的落差啦。刚刚上面有讲嘛，这种现象的背后隐藏着各种层面的不同考验呢。啊，比如说人在发愿或发心过后呢，会沉浸在对未来美好的结果的憧憬之中啊，而忽略了实现目标是需要经历艰难跟考验的。也就是愿景看起来虽然很明确、很美好，甚至充满了希望啊，但隐藏其中的细节跟障碍，却很容易被低估哦。因为发愿时可能受到情绪跟感动的影响啊，而带有短暂的激情。但这一种短暂的激情或情绪呢，不一定能长久保持下去啊。很多人容易停留在发愿的阶段，因为这个只需要感动以后心中思想上的决心而已啊。这种心动是很容易的，但是要付诸行动跟长期去付出呢，这个就涉及很多现实层面的困难跟考验的啦。那行愿难的另外几个原因是什么？人有惰性，发心的时候精进一下。快乐的时候来做一下，做志工的时候快乐一下，不快乐的时候就不来了啊。这个就我们叫做快乐志工了啊，就随心所欲的意思了。美其名叫做快乐，其实不快乐的时间比较多了。但是呢，如果碰到困难或障碍，还是持续精进不懈哦，甚至变成一种生活习惯了，那这个就不简单的啦。所以惰性跟懈怠也是人性的弱点啊。那行愿难的另外一个原因是什么？人有习气，虽然愿心是很良善的，动机是良好的啦，但难调的习气却制造了很多的障碍啊。想要布施嘛，舍不得；想要修忍辱嘛，事情一来就发脾气。发愿想要戒掉一些坏的习惯，那习惯的惯性会让人不由自主的退回原来的行为模式哦，所以难改嘛，大家都有这种切身的经验的啊。另外呢，世俗的诱惑跟环境的压力也会造成行愿难跟恒心难的原因哦。例如了发愿后遇到批评或缺少同伴的护持。这个就跟自己的人缘跟德行有关了，造成呢要行愿有困难。那世俗中的名利欲望或者是好逸恶劳这个也会干扰我们发愿的方向哦，让我们偏离出发心啊。那还有一个道理我们也是要很清楚，就是发心立愿之后呢，行愿的过程中也是受到因缘的影响哦。如果因缘还没有到了，即使我们发大心立大愿要当不请自师也是做不了事情即便我们很努力也是看不到成果。这个在志工团体里面也是有很多现实的例子有一次呢，台湾几位十分优秀的慈济委员也是讲师去新马两地呢协助推动社教了午餐时刻呢，他们非常高兴跟我分享说，哇，前一堂课我们举行结缘呢。很多学员在彼此心得分享过后都非常感动纷纷发愿那我听了之后，内心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的是有人因为感动而发愿要多承担，这是一股推动的力量忧的是发愿之后这个愿力能够持续多久感动的一刹那很容易触动心弦这样子的意缘身心会让心灵产生力量再从嘴巴里面说出来这就是发愿嘛所以才说嘛，感动而发愿就要行动去还愿，
遇事而消怨，大怨也会变空怨。也说发愿有如开支票，如果会跳票，不如不开票。既然已开票，必须是铁票，发愿后还愿，这样才有效。有人发愿永不退转了，结果没过多久就因逆境考验了而团团转了。这个时候就要靠自己是吗？法轮自转跟心轮自转，这样才有办法越转越顺啦。那有些人虽然很喜欢做志工然而却我行我素，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跟他说了又不听，听了又不懂，不懂又不问，问了又不做，做了又不学，学了又不觉，这样心智成长就比较困难了，造成了动不动就心灵受伤，那很容易障碍自己的道心了。因此呢，想要发心如初呢，也是需要有艰辛行愿跟谦卑学习的心态啊。有一句耐人寻味的处世格言叫做“君子立恒志，小人恒立志”。这句话跟儒家思想很接近的，它是告诉我们，君子慎重的立下了宏大志愿之后呢，就会目标很专注，一心一志，绝不动摇。小人则是轻易立下志向之后呢，遇到一点挫折轻言放弃，不了了之，变成妄想了，理想变成妄想了。那小人恒立志，在我们生活周遭呢更是常见了。很多人因为追求短期利益而频繁的改变目标，一下要做这个，一下要做那个，导致最终呢一事无成了。常常发愿，但却无法以行动去还愿，这个就叫做恒立志啊。有人参加慈济20-30年没有常常发愿只发一个愿而已就是他说要当上人的手跟脚结果20-30年下来了，到现在还做得没完没了那这个就叫做立恒志只一个而已，一门深入，一心一志。那大处着眼，小处着手，也是值得学习的人生哲理是发愿或发心后的行动准则他告诉我们，虽然发大心立大愿，有着远大的目标跟计划，这是好事，但执行的时候还是要稳重踏实脚踏实地，一步一脚印这样才有可能愿愿皆成而实现理想那成功的人是专注一事失败的人是怎么多方从事成功的人是眼明手快，那失败的人是什么？眼高手低。成功者都有相同的成功本质失败者都有不同的失败理由愿大力就大，无愿就无力。要力大就要承诺commit 那个 mission 叫做 commission， 那个 叫 commissioner 就是委员嘛就是发愿的委员嘛。所以一个不敢承诺的人，同样也是没有勇气发愿因为他担心一旦承诺过后就被诺言绑住了而有所挂碍或失去自由，他担心这样子那习惯逃避承诺跟承担的人呢，也比较会逃避现实，逃避问题。这样子的人呢，心理健康比较差啦适应变迁的能力也变得比较弱。这样的人呢，当他碰到困难的时候呢，常常会说压力好大挫折感很重啦都会这样子讲所以越不敢发愿承担的人呢，由于他那个潜能呢一直无法被激发出来，而卡在身体里面有功能但是发挥不出来这才是真正的失去自由了心不由己不是身不由己，心不由己一直无法做自己生命的主人，当然也没办法做自己生命中的贵人有一次在干部的训练营中有一位学员的提问他说怎么样的发愿才是最真诚的呢发愿需要付出代价吗他讲代价我就回到
我说发愿是学佛的人，为自己所学的佛法定下一个努力的目标跟方向啊，也是一种人生的理想跟抱负啊。发心学佛还要设定学习的目标跟方向嘛，修行才会有愿景啊。佛家深信有愿就有力嘛，而且愿大力就大嘛。这是因为什么？神通抵不过业力，而业力抵不过愿力，所以才说金刚非坚呐，愿力最坚呐，愿力比金刚还要坚硬呢。尤其佛法讲虚空有尽，我愿无穷啊，可见发愿之后所产生的力量是不可忽视的啊。然而发愿必须是虔诚的、恭敬的，必须是心诚意正，才会心诚则灵呐。发愿后就要付诸行动啊，虽有目标，但不是目的哦，不讲条件也没有要求的哦。既然无所求，那就不会有付出之后还在计较啦，还在埋怨啦，当然就不会有付出什么代价啊那种错误的观念了，对不对？那也有另外一位学员问到什么？他说：“人的意志总是那么薄弱啦，常常为自己呢定下目标之后呢，都不能达标，也因此常常会被周遭的人呢，周遭的人与事呢，影响自己的方向跟决定跟方向啊，这要如何去改善呢？”我回答他意志薄弱就是道心不坚固啦，道心不坚固就容易被外境影响，而闻声起舞，风吹草动啊，严重的时候甚至会人云亦云，盲从附和。这样的话呢，心境常常跟环境沾染，而明镜蒙尘啊。那这个时候你要想不自乱不自扰也难呐。道心要坚固，需要透过人群中的人跟事的千锤百炼，才有可能炼铁成钢啊！这是菩萨道修炼的过程。发愿容易，行愿难，难在不能意志坚定，勇往直前这个所以虽然发愿是愿大力大了，但是还是要慎始跟慎思，谨慎的开始，谨慎的思考，务实的衡量自己的能力所及不要自不量力也需视因缘跟条件呢，去定下自己的目标了。而这个目标也不能是遥不可及的哦，定一个做不到，明明就做不到了，差太多了嘛。发愿也是要务实去做合乎时宜的事情，而不是好高骛远这样就是什么？天时地利人和，再配合了信心、毅力、勇气，才有可能达标。如果只是好高骛远好大喜功草草定下目标，当然也会草草结束这个就是大愿也变空愿那常常会被周遭的人跟事影响自己的去向这个就是缺少自信造成了碰到什么事情的优柔寡断、犹豫不决其实这个根本原因就是什么？就是心无正念杂念很多，不专精，四处徘徊，不专精心中没有正确的观念，没有正念这个跟心中不入法也是息息相关的。那对治之道呢，可以勤修什么？37助道品为什么叫助道？协助你求道了那尤其37助道品里面的8正道这8个是协助我们求道的方法啦更是保护我们的道心的8个贴身保镖有一次的证严上人对众开示说道：修行就好像驾驭慈航从凡夫的此岸渡到圣人的彼岸如果心中有法有愿力大海就会如生平的法海，慈航就能顺利的通过法海到达彼岸相反的，如果心中无法无愿力，大海就会如澎湃的欲海这样驾船行在起伏不定的波浪中
如何能自度，又如何能救拔苦难呢？这句开示提醒我们人生或修行的路充满坎坷、荆棘而起伏不定，顺逆无常能否在顺境中不迷失，在逆境中逆增上？这个愿力跟入法是关键所在要自度度他跟救拔苦难更是要自己先能入法入心，发大愿要法入心就要闻法要发大愿就要怎么样？就要勇猛这个法国的一个大作家叫雨果说得很好世界上最宽广的东西就是海洋，比海洋更宽广的是什么？天空。比天空更宽广的还有谁人的胸怀这句话跟佛经所讲的虚空有尽，我愿无穷的意思差不多啦。现在科技这么发达总有一天高科技也可以算出虚空有多大所以再怎么大还是有尽，虚空还是有尽。然而人的心愿跟道心却可以大到无法斗量所以才说我愿无穷嘛。你看看，这是比喻人心、人的胸怀而言在一般人的观念里面一就是一个嘛，二就是两个嘛，所以一就是一个，那多呢？多就是很多个。但是以佛法来看一就是多，多就是一，也就是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的道理譬如把一粒水果种子埋到土里面嘛，经过灌溉施肥，慢慢它就怎么长大开花结果啦，到最后整棵树果实累累这个都是由一粒种子而来，不是吗？因此佛教把布施比喻成播种叫做一文施舍，万文收一粒落土，百粒收这就是多从一有的道理理论的根据发愿也是这样的道理相信自己有无限的潜能，也可以继续精进承担，这个叫做愿行，有行在里面行动承担之际也懂得发愿承诺，愿自己承担的时候一心不乱，心存正念这个叫做尽愿那愿自己能倒驾慈航，成愿再来，快去快回，这个叫做长愿愿自己能够成就无上正等正觉，并广度众生，这个叫做大愿所以有正确的信仰，也有坚定的愿力，再加上精进的行动，这个叫做信愿行菩萨道的3个条件好像顶的3足，缺一不可。所以佛家相信念佛即使念到一心不乱，但缺信愿，还是不能往生不能往生净土的意思行菩萨道即使能够难行能行，但缺信愿，也是难以成愿再来了明朝的偶遇大师曾说得生与否，全由信愿之有无品位高下，也是境界的高下了全由持名的深浅这句话是启示我们什么？信愿行在修道学佛的过程中，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发动而感愿，表示内在的已经心动了，这是感动之际的心灵启迪但如果力量不在，那就表示感动只是一时。这个时候延续感动的力量，就是我们要努力学习的功课啦。那要让力量持续，就不能只靠感动而已因为感动是一时的而是要让这一时的感动继续升华，成为无尽的感恩这样感动之后心动，心动之后行动，精进不断行动，才能确保力量持续放送这样我们很容易在气氛温馨、道气充盈的情境中
因触景生情而发心立愿呐，这是好事啊。然而发愿过后却没办法行动跟进虽然很虔诚，但却精进跟勇猛这样所发的愿也是会是空愿如果已经发愿也付诸行动了，但却不能够很久持续碰到一点小挫折就萌生退意这样也是难以愿成如果条件因缘具足，却担心一旦承担过后会失去自由，刚才前面讲的，而不敢去勇敢承诺，那这也是一种懦弱跟欠惠的大多数的人很害怕承诺，他们很担心一旦承诺之后就开始承担了，就会捆绑失去自由嘛。其实不敢承诺又不敢承担，才会把自己绑得紧紧的，非常痛苦。因为不敢承诺的人，他也比较不敢发愿没有愿当然就没有力量嘛。那不敢承担的人，因为不敢付出所以就比较难成长这样才是真正的不自由啦不敢发大心立大愿的人，通常都是习惯逃避跟承诺的人没有发心立愿的力那是筋骨的力量虔诚发愿的力量那是心灵的力量有人说发了愿就会有模考了，那这样的说法不对这样谁敢发愿呢？有人说这个人很爱行善，但怎么命运这么不好呢？这个说法也是不对的，这样谁敢行善呢？发愿是对一件事情的勇敢承诺嘛，从而产生不可思议的心灵力量那有障碍来模考，这个有它的宿世因缘不是因为发愿而来的不能混为一谈同样的道理很爱行善，那是为来世植福那命运不好，那是前世所造因今生受其报所以命运不好是因为很爱行善所造成的而是有它的宿世因缘所导致的嘛。两者也是要区隔清楚才不会似是而非，是非混淆这个就要有正信的佛法做后盾只是布施行善或参加救灾啦、济贫各项活动这样都还不能算是行于菩萨道上如果要行于菩萨道上而游化无碍就必须信愿行三者兼备缺一不可虽然我们今晚的主题是讲发愿跟发心然而我们还是要从信愿行一起去探讨，才不会顾此失彼而不完整好，我们今晚读书会就讲到这里希望大家能够法喜充满，福慧双修。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那是生生世世